美国央行啊，今年还会再升息，高利率会持续非常长一段时间。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啊，未来啊只会越来越香。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知道吗？最近啊，美国政府的债券啊，它的殖利率啊高达了 5.1%。而我们投资人都知道啊，美国政府啊，它所发行的债券啊，是风险最低的投资的资产。那风险最低的投资的资产又有高达 5% 的殖利率啊，导致啊非常多的投资人啊争相的前往购买债券。而且最近美国的高通膨啊，它的下降趋势啊有逐渐的减缓，导致美国投行、高盛以及美国银行都预估啊，美国央行啊今年还会再升息3码，而且呢高利率会持续非常长一段时间。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呢，那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啊，未来啊只会越来越香。但是呢，投资美债当然还是会有风险。今天我就跟你分享，投资美债可能会面临的5个主要风险。如果你对投资美债有兴趣，或者是说呢，你打算要开始投资美债的话呢，那我强烈的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如果你是注册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推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赚钱方法以及我的投资攻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哦。那我们马上开始。本期影片由 MyTrade 赞助播出。MyTrade 是一家全球多元资产交易平台，可以在上方进行外汇、加密货币、股票、指数等大宗商品的交易。交易商品呢高达了400多种哦。MyTrade 呢在全球也超过了100万位的用户，并且受到了权威监管机构的监督，为投资人呢提供了安全、透明、可靠的交易环境。支援多种出入金方式，方便用户可以快速安全地进行资金交易。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资讯，欢迎点击下方留言栏链接完成注册哦。那首先我们来谈谈，我们投资美债的话呢，可能会面临的第一个风险。好，那这个风险呢就是信用风险哦。那信用风险的意思就是啊，发行债券的公司或者是机构无法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一个风险。那我们直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哦，像是阿根廷政府啊，曾经因为经济危机而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券，那这给投资人啊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损失。那我们来猜猜看哦，阿根廷这个国家啊，它总共破产了几次哦？历史中呢，它总共破产了几次？答案就是9次哦，非常非常的多哦。它第一次是在1827年的时候破产，那最近的这一次啊是在2020年的时候破产。然后呢，在2022年3月31号的时候啊，阿根廷的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竟然高达了49.2%，是非常非常的高。那高报酬呢，就代表说有高风险，也就是说啊，大家认为它的信用风险实在是太高了。那可见投资人啊，对阿根廷的信用啊，可以说是完全的丧失。那我们投资债券的时候呢，要如何去减少这个信用风险呢？那我这边就要提到3家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那分别是标普全球、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还有惠誉国际。那这3家公司，它会根据各种因素，像是财务状况、产业前景、市场竞争力和那个风险管理等等，对发行者进行信用评级。那它这个评级的话呢，最高的评级啊就是 AAA。然后呢，接下来呢，最低的话呢，就是 C 的部分。那 AAA 跟 AA 或者是 A 等级的债券啊，都被认为是高品质的债券，也就是高品质低风险的一个投资的选择啊。那 BBB 以下的债券呢，则会被视为是那种高风险但是有高收益的投资的选择。那我们台湾常常把 BBB 以下的债券啊，我们会称它为高收益债券，但是呢，海外更喜欢称它为垃圾债券哦。那我觉得称它为垃圾债券是比较适合啦，因为它风险真的非常的高，我们不要为了追求高报酬，然后呢冒着损失本金的这个风险。好，那以上就是这3个评级机构的评分标准。如果你真的非常的担心债券的信用风险，好，那你可以跟我一样，只有投资那种信用评级比较高的债券，就像是美国公债。好，那美国公债的话呢，就是信用评级最高的一个债券。然后呢，或者是说呢，你可以进行分散投资，投资在不同的债券上面，来减少这种信用风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2个风险，叫做利率风险。那利率风险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那它指的就是啊，债券的持有人在持有期间利率变化对投资报酬率的影响。好，那我也一样直接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美国基准利率不是 4.25% 吗？那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啊，现在是 3.98%。那你觉得很不错嘛？假如你现在买了这一张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那如果之后美国基准利率啊上升到了 6%， 那么你手上的债券的价值就会下降，因为基准利率是 6%， 那你手上的债券的殖利率
只有3.98%，那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嘛，那就会导致你债券的价值下降。那这时候呢，你就会有账面上的亏损。那要如何去减少利率风险呢？这边的话呢，我列出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将债券持有到期，而且呢，你不要中途的卖出。如果你持有债券一直从买入到到期日为止，你都没有卖出，那你的获利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不管中间利率怎么变动，你的获利都是固定的。那你将会得到你所投资的本金和固定的票息收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规避你的利率风险哦。那第二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去选择短期债券，或者是说呢，你去投资浮动利率的债券，因为它们的价格就比较不会受到利率的影响咯。那综合以上2点，如果我要规避利率风险的话呢，那我会买短期债券，就是半年到1年到期的短期债券，而且呢持有到期。好，那第3个风险就是流动性的风险。那流动性的风险就是指债券的投资者他可能无法在他需要变现的时候呢卖出他手中的债券，也就是说没有人要买他手中的债券。那我们举一个实例像是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期间，许多投资者他就无法出售他投资组合当中的债券，因为那个时候投资市场上只有卖家没有买家。那要如何去减少流动性的风险呢？那我自己会选择流动性比较好的债券，然后例如有那种比较高的交易量的债券，像是美国公债，就比较不会有流动性的风险。那我这边讲一个题外话，现在美国央行正在以每个月大概750到800亿美金的速度去脱手他手上的美国公债。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资产负债表的部分。那这让许多投资人担心美国公债会不会陷入流动性的危机？那我自己是不太担心你可以看一下他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跟2020年的那个 COVID-19 来的时候，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央行就会出手去购买美国公债，所以我自己是不担心那个美国公债的流动性危机啦。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4个风险，就是再投资的风险。那再投资风险的意思就是指投资者在持有债券期间，他所获得的利息还有本金都到期的时候呢，他想要再拿这笔钱去投资，却无法找到像当初那种债券的收益率，这就是再投资的风险。也就是说，假装你现在手上有一个5%殖利率的债券，然后呢到期之后呢，你想要再买一个5%殖利率的债券，结果你买不到，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已经没有这么有高利息的债券了，这就是再投资的风险。好，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像是2023年2月28号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它现在殖利率是5.1%。但如果呢，联准会在往后的6个月的时间之内，它将基准利率从现在的4.25%降到0%的话呢，这就会导致所有债券的殖利率都跟着一起暴跌，就像是我们图中的 A 的部分。这时呢，假如我手上已经有了一个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它到期之后呢，我就找不到有这么高殖利率的商品可以去投资了。所以这也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10年期的美国公债，它的殖利率比6个月的美国公债殖利率还要低呢？这是一个异常的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就是再投资的风险嘛。因为市场预估Fed 也就是美国央行它在未来的近期之内将会降息。那如果呢，我们还买短期的公债，就可能到期之后呢，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殖利率可以去选择。那所以呢，他们就会选择去购买长天期的公债，所以这导致呢，公债的价格上涨，然后呢，导致殖利率下降，也就发生了殖利率倒挂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市场会认为联准会在近期内降息呢？因为市场认为近期内就会发生经济衰退，所以呢，联准会一定要救市。那他们要救市的话呢，就会去降息。那这逻辑上的话呢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美国公债殖利率只要发生倒挂，那未来1-2年内就会发生经济衰退，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要如何去减少再投资风险呢？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投资高收益的长期债券，这样子呢，我们就不用一直频繁的去换仓咯。好，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汇率的风险的意思就是投资人持有的债券是以外国货币所发行的，那么汇率波动呢，可能就会对我们的投资报酬率呢产生影响。那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呢，假设我们现在呢购买了一个10年期的美国公债，那它现在呢美元兑换台币呢，它的汇率是31块。那10年期美国公债之后，要是10年后到期了，那时候呢，美元兑换台币的汇率呢降到了30块，我们的报酬率就会被汇率吃掉一部分。那我们要如何去减少这个汇率的风险呢？这边我给大家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去投资我们本地的债券，也就是我们投资台湾发行的债券，那就不会有什么汇率的风险了。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去使用其他的避险工具来辅助投资，像是外汇工具，然后期货或者是选择权，然后来降低我们的风险。那我这边其实发现了非常多的投资人我们只要一提到海外投资，他就会想到汇率的亏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们从2006年美元兑换台币呢是31.9块，那到2023年的时候呢则是30.7块。你有发现吗？投资了17年的时间我们的汇率的亏损不到3%。所以我这边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汇率短期的确会影响你投资报酬率账面上的投资报酬率，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呢，你只要长期投资，基本上汇率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小的。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投资债券的时候呢，你会面临的5大风险。那投资债券呢，的确是一个非常稳定获利的一个投资方式但它还是一样会存在这些风险，所以各位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评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的时间。第一题就是债券的信用评级 AAA 是最高级的，所以呢，它就一定不会违约。错，不管是 AAA、BBB 还是 XYZ， 都不要忘了，不管是哪家公司，它都有可能会犯错，所以呢，评级机构的评级呢，也不一定是可靠的。没错，不要质疑专业人士好吗？我们要相信专业的评级机构，所以呢，他们的评级一定没有问题。好，那第二题就是债券投资有5个风险，那哪一个风险呢是你最难以接受的？1. 信用风险， 2. 利率风险， 3. 流动性风险， 4. 再投资风险， 5. 汇率风险。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Q&A， 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栏留下你的看法。好，那我是不随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话呢，那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这就是再投资的风险。终于念完了。